我叫李建国。闭眼的最后一刻，我躺在破旧的土坯房硬板床上，一身病痛，满心全是滔天的悔恨。我这辈子活得太窝囊了，生在70年代，活在改革开放的风口，却脑子愚钝，好吃懒做，还耳根子软，天天就知道游手好闲，你让你爹在九泉之下怎么安心？一辈子亏待老婆苏晴，委屈一双年幼的儿女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妻儿常年穿补丁衣裳，生病没钱抓药，孩子读书交不起学费。我守着几亩薄田，不思进取，看着邻里抓住商机摆摊，经商发家致富，我却固执觉得做生意是投机倒把，丢人又危险。到了中年，家底败光，你看清楚，爹娘依旧偏心弟弟，这东西你认不认识？把所有压力都压在我身上，老婆积劳成疾，早早熬垮身体，儿女跟着受尽白眼，长大了也没本事翻身。我孤苦终老，临死前才幡然醒悟，我亲手毁了自己的家，辜负了最爱我的人。若是人生能重来一次，我拼死也要护住我的妻儿，远离极品佳人，抓住时代机遇，拼命赚钱，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再也不受半点委屈。意识一阵天旋地转，猛地睁眼，刺眼的阳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木窗照进来，耳边是孩子软糯的哭闹声，还有女人虚弱又温柔的安抚声。我猛地坐起身，看着自己年轻结实的手掌，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，身下是简陋的土炕，墙上贴着1982年的老旧年画，日历清清楚楚写着1982年6月初8。我瞬间红了眼眶，我重生了，我真的回到了38年前。我才22岁，老婆苏晴年轻貌美，一双儿女大宝4岁，小宝刚满2岁，都还好好陪在我身边。这一刻，所有的悔恨化作滚烫的决心，老天爷给我赎罪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不糊涂，我要断干净极品原生家庭的纠缠，凭我未来几十年的记忆，抓住80年代遍地黄金的风口，拼死赚钱，护住我的老婆孩子，让他们成为全村最幸福最富足的人。房门轻轻推开，我的妻子苏晴端着一碗稀薄的玉米糊糊走进来，她面色苍白，眉眼间满是疲惫，瘦弱的肩膀撑着整个家，看着我的眼神带着小心翼翼的担忧。建国，你醒了，快喝点糊糊垫垫肚子，家里就剩这点粗粮了。昨天小宝哭闹着要吃糖，我都拿不出来，爹娘刚才又来念叨，让咱们把仅剩的半袋口粮接济你弟弟。这是我实在不知道该咋办了。听着这话，我心口像是被针扎一样疼。上辈子就是这样，爹娘永远偏心游手好闲的小叔李建军，不管我们一家死活，次次压榨我们的粮食和积蓄，去贴补弟弟。我懦弱无能，次次妥协，害得苏晴和孩子饿肚子受委屈。我立刻起身，接过碗筷放在一边，伸手扶住苏晴的肩膀，我没有做过那些事。坚定。解释，晴儿，你觉得我不相信吗？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欺负你和孩子。咱家的粮食一粒都不会给别人，我不会再听爹娘的糊涂话。我要出去挣钱，很快就让你和孩子顿顿吃白面馍，天天有鸡蛋吃肉。苏晴愣住了，满眼难以置信。往日的我只会唯唯诺诺听从爹娘安排，从来不会护着他。他眼圈微红，轻轻摇头。建国，你别冲动，种地才是本分。那车停在外面干嘛呢？怎么挣钱？知道了。万一被人说投机倒把，还要连累全家。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他心里的顾虑。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这个年代思想保守，做生意依旧背着风险。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1982年政策早已松动，个体户悄悄崛起。这个发夹多好看，又便宜又好用，给你女儿买一个呗。全是低本钱高利润的活路。这个不好看。别人看不懂风口，我带着前世记忆，前路清清楚楚。眼下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别说启动资金，就连保付都成问题。我思索片刻，咬牙做了决定。家里唯一值钱的是我结婚时老娘陪送的一块老式怀表，上辈子被小叔骗走，变卖挥霍一空。这一世我绝不让悲剧重演。我悄悄找出怀表，瞒着所有人一路跑到镇上旧货铺子，忍痛换成了12块钱。攥着这沉甸甸的钞票，我心里燃起熊熊火焰。这就是我护住妻儿、发家致富的第一笔本钱。根据记忆，这个年代乡下最缺时髦小玩意，彩色头绳、塑料发卡、玻璃珠首饰，还有解暑的冰糖绿豆汤。制作简单，成本极低，家家户户的姑娘、媳妇、孩童都抢着买，是稳赚不赔的刚需爆款。凌晨天还没亮，我揣着全部本钱赶往县城小商品批发市场。我精打细算，把钱分成2份
一半拿下五颜六色的发圈、蝴蝶结发卡、小吊坠首饰，另一半采购绿豆、冰糖、陈皮，配齐熬解暑汤水的原料，进货花光所有钱。但看着鼓鼓囊囊的行囊，我底气十足。清晨，我骑着家里破旧的28大杠自行车，驮着货物赶往村口赶集的主干道。这里人流密集，十里八乡赶集的村民络绎不绝，是摆摊的黄金宝地。我麻利铺开旧床单，把饰品摆放得琳琅满目，就地架起铁锅，生火熬绿豆汤，清甜的香气很快弥漫开来。刚开始摆摊，我还有点放不开，但一想到妻儿挨饿受冻的模样，我立刻扯开嗓子大声吆喝。好看的彩色发卡头绳，物美价廉，冰镇绿豆汤，解渴消暑，一文钱一碗，鲜亮的饰品从没见过。清甜的汤水又恰逢酷暑，拿好，瞬间围满了赶集的村民。小姑娘围着饰品爱不释手，赶路的大人争相买绿豆汤解渴。我手脚麻利，拿货收钱，忙得满头大汗，心里却畅快无比。本钱几分钱的物件，我翻10几倍售卖，利润高的吓人。一上午忙下来，我清点钱款，居然净赚21块3毛。要知道，当时壮劳力下地干活，一天工钱也不过几毛钱。看着手里崭新的钞票，我激动得手心发抖。这条路我走对了。傍晚收摊回家，我悄悄买了白面、肥肉、鸡蛋和几块水果糖，藏在布包里带回家里。当我把吃食摆在妻儿面前，把攒下的零钱塞进苏晴手里时，她瞬间瞪大双眼，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。给家里买点吃的吧。你拿着，你真的赚到钱了。去买点吃的。我笑着擦掉她的眼泪。我说过，绝不会再让你们受苦。以后我天天摆摊，你走吧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儿女看到糖果和肥肉，开心地围着我们蹦蹦跳跳。家里久违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可安稳日子没过2天，极品爹娘和小叔就找上门来。老娘一进门就拍着大腿哭闹，指着我骂我不孝。李建国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有钱藏着掖着，不肯接近你弟弟。你弟弟要娶媳妇，彩礼还差一大截，赶紧把你摆摊挣的钱全都拿出来。小叔李建军吊儿郎当站在一旁，语气蛮横。哥，都是一家人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赶紧交出来，别逼我翻脸。上辈子我被他们一闹就乖乖妥协，委屈老婆孩子成全他们，但现在我眼神冷硬，直接挡在妻儿身前，态度寸步不让。别怕，我的钱是我起早贪黑挣来的，要养我的老婆孩子，不敢把我们一分没有。这些年你们只顾偏袒弟弟，压榨我们小家，亲情早就耗没了。从今往后别再来骚扰我们，不然我直接翻脸不认人。爹娘和小叔万万没想到，一向懦弱的我居然敢硬起反抗，当场愣在原地。撒泼哭闹没用，威逼恐吓也被我冷冷怼回去，最后只能气急败坏的骂骂咧咧离开。从此再也不敢随意上门欺压。苏晴看着挺身而出护着她和孩子的我，眼里满是安心和爱慕。解决了原生家庭的纠缠，我终于能专心搞事业。我每天早出晚归，不断优化货品，除了饰品和解暑汤水，又新增小孩爱吃的爆米花、麦芽糖、时令鞋袜。我做人诚信厚道，从不缺斤少两，对待客人热情谦和。你好，很快积攒了大把。看什么呢？周边村镇人人都知道我的摊位物美价廉，生意红火，难免招人眼红。镇上几个常年盘踞集市的地痞混混，看我日日生意爆满，便上门索要保护费，出言威胁，不交钱就掀翻我的摊位。换做从前的我，必定吓得妥协。如今我心智成熟，底气十足，当场硬刚到底，还扬言要去派出所举报他们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恰逢严打时期，混混们忌惮国法，被我震慑住，灰溜溜逃走，再也不敢招惹我。摆摊半个月，我的本钱翻了上百倍，手里攒下厚厚的积蓄。我不再满足集市小摊，瞄准县城傍晚空白的夜市市场，果断租下固定摊位，白天卖鞋袜百货，晚上做小吃宵夜，全天不间断营业，收入直接翻倍。我赚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带妻儿添置新衣，给家里换上崭新被褥，请郎中给体弱的老婆调理身体，每天让孩子吃上鸡蛋白面。曾经面黄肌瘦的儿女渐渐变得气色红润，活泼可爱。苏晴也褪去疲惫，眉眼重新焕发光彩。苏晴心疼我日夜奔波，主动学着帮我记账、整理货物、照看摊位，成了我最得力的贤内助。我们夫妻同心，日子过得蒸蒸日上，惹人艳羡。
随着眼界越来越宽，我深知03小探终究格局太小。依靠前世记忆，我预判接下来成衣行业会爆火，喇叭裤、碎花连衣裙、青年工装会席卷整个乡村市场。我立刻打造省城货源渠道，大批量引进时髦成衣，在县城租下一间人间，太好了，开启终于要开业服饰版，店铺装修整齐明亮，款式紧跟潮流，价格亲。开业当天，你看这件布料很软，算好了，一共70块，这件多少钱？流水日暴涨，短3个月，我的身家已经积累到数万元。在80年代，国统是人民羡慕的万元，有钱之后，就是家里过着平房，这里再提高一层，的青砖，然后准备安装纸的瓦片。奴隶家具、家电一应俱全，彻底告别吃不饱、穿不暖的苦日子。我的日子越过越苦，当初嘲讽、看不起我的村民，全都一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就连偏心的人和小叔，看着我家很大的别站着，被人看见就我们越分绝不心软纵，我不会只尽最基础的善良，坚决绝不想家。当然，商场服务一帆风顺，县城几家老大夫找几年升级，还在不断开始一行往事，越来越力劲。你们的店铺和这两个都是一个现转，而且这个收腰设计很新鲜。摸起来很舒服，而且颜色也挺好的。都来看看，听到的款式今天全场打折，快抢啊！这件服你还敢回来？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，紧接着发现城乡建设起步，砖瓦、水泥、木料需求暴增，又顺势入局建材生意，同时购置2辆运输车，做起货运配送，多条赛道同时发力，财富积累速度你可算来了，是千里。这路要是能修好了，我们就不用绕远路了。是啊，给村里贫困人家目标就在前方，招老实村民到大家跟上，工地干活，按好计算工钱。太感谢您了，小给村里不把老吃送年来用，出资修缮村里。我不做烂好人，但心存善念，既护住小家，也给所有机会回乡子，彻底赢得所有人的敬重。时间匆匆流逝，从我手握12块本钱摆摊起，整整1年时间，也不一起看店，建材、物品产业，时间早已被招来，成为人尽府上。此刻我坐在自家棋盘的青砖瓦房中人，在这妻子温柔含笑，打理花草，一手儿女。姐姐，我们再跑一圈。家人也是其乐安乐，我的内心满是圆满是上辈子我愚昧懦弱，是非不分，听信谗言，亏待至安，让妻儿被误，被落得真是这辈子亲自决绝，斩断极品同类，凭着超越时代的眼光和敢闯敢于的韧劲，造就82年代的时代，拼尽全力赚钱养家，把妻儿这件衣服是不是很合身？世间最好的生活。好漂亮！那些曾经欺负我、践踏我是哪个领导家的妈？来当养猫查民情来了。那些偏心贪婪的亲人，再也1年时间，开心人前世所有遗憾，不成为妻儿，靠山，不追我的生活，守护家庭和睦，天才，家人平安喜，这也是不负初心，不负挚爱，负重来一次的天赐机缘。我的幸福人生圆满落笔，岁岁安稳，富贵绵长。我坐在自家青砖大院的藤椅上，看着院里嬉笑打闹的一双儿女，还有正在晾晒新衣的妻子苏晴，心底满是安稳暖意。短短1年，我从变卖怀表换10几块本钱的穷汉子，变身坐拥服装店、建材店、货运车队的大老板，身家早已破100万。在万元户都能轰动全乡的1982年，我已然站在了旁人仰望的高度。但我心里清楚，守护妻儿的安稳只是起点，时代的浪潮还在奔涌，我绝不能停下脚步，更要彻底斩断所有后患，让我的小家永远不受侵扰。本以为和极品父母、贪心小叔划清界限后，日子就能彻底太平，
可贪婪之人的欲望永远没有尽头。见我家业越做越大，盖新房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他联合父亲天天蹲在我家门口哭闹撒泼，四处散播我不孝忘本、发财就抛弃爹娘的谣言，甚至鼓动宗族里辈分高的长辈上门施压，逼着我分给小叔你这是在挑战我的权威，还要让我出钱给小叔盖房娶妻，安排体面营生。李建军更是嚣张跋扈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眼红我过得风光，直接闯进我的服装店闹事，故意捣乱去了，我就要这件。扬言我不满足他的要求，就让我生意彻底做不下去。周边邻里你还狡辩什么？好了，你们别说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他是你奶奶呀！太过分了！看着这一家人丑陋的嘴脸，我心中只剩冰冷。当年我家揭不开锅时，他们从未伸出援手，反而次次榨干我们仅剩的口粮。如今我凭血汗打拼出家业，他们却想来不劳而获。我绝不纵容这种愚昧的道德绑架。我当即放出狠话，先让门店员工将闹事的李建军制服，把他带走，再当众拿出多年来他们压榨我小家克扣口粮、上面每一笔钱都记着，一分都不会错。连同宗族长辈一一辩驳，我愿意履行最低赡养义务，按月给父母养老钱，但想让我无偿供养烂泥扶不上墙的小叔，绝无可能。谁要是强行道德绑架，我就连同谣言散播者一起追究到底。恰逢乡里整治民风陋习，下雨天根本没法走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啊！赶紧滚！同志，我们不是别跟我废话，赶紧走！都看什么看？你怎么能这么做？太过分了！就是太没良心了！再也不让他们说话。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丢人了！彻底颜面扫地，再也不敢上门纠缠，从此断了无端骚扰。我的小家终于彻底清静无忧，解决掉内患。我全身心投入商业版图升级。我深知单一产业抗风险能力太差。必须搭建属于自己的完整产业链，借着城乡建设全面铺开的风口，我的建材生意一路狂飙，砖瓦、水泥、钢筋常年供不应求。我直接打通省城源头工厂，砍掉所有中间商，自建仓储库房，大批量囤货压价，利润直接翻倍。同时，我扩大服装加工厂规模，不再这个弧度需要再调整一下，我怕会影响到最终的版型。打版设计会更贴，紧跟城里最新潮流款式。这花色真好看，做工精细，做工也扎实，舒适的青年时装、童装、女装。厂里招收周边留守妇女进厂务工，规范考勤，按劳计件，薪资月结不拖欠，解决近百户村民的就业难题。跟着我干活的乡亲个个腰包鼓胀，全都打心底敬重我，拥护我。我的3台货运车队也昼夜不休，奔赴咱们主线上，包揽自家工厂、门店全部货源配送，还承接周边商户跨城货运，线路覆盖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，乃至省城。知道了，稳定流水，放心吧。源源不断，3条赛道齐头并进，我的财富积累速度一日千里，远超当初摆摊创业的想象。妻子苏晴也在我的熏陶下愈发干练聪慧，她不再是只懂操持家务的普通农妇，早已熟练掌握门店账目核对、客户接待、库存盘点的本领，把家里和旗下门店的内务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你成为我事业上最靠谱的贤内助。我心疼他多年操劳，特意给他添置金银首饰，洋气时装吗？带他进城看世面，吃馆子。曾经憔悴瘦弱的他，如今气色红润，眉眼含笑，浑身透着富足安稳的温婉气质。日子富足安稳，我从未忘记初心。村里土路泥泞难行，雨天满是积水泥坑，孩子上学，老人出行格外不便。我主动自掏腰包，出资硬化修缮全村主干道，平整路面，直通村口学堂。每逢开学，我捐资为村小学添置课桌椅、书本文具，资助家里困难的孩子免费读书。逢年过节，给村里孤寡老人、残疾困难户送去米面粮油和慰问金。我从不张扬炫耀财富，以后有我一口饭吃，就不会让大家饿着。好，久而久之，村里再也无人议论我的闲话，人人都感念我的恩情，敬佩我的格局。昔日嘲讽我不务正业，看不起我的乡邻，如今都真心羡慕我有本事有担当，更羡慕苏晴嫁了我这样能扛事、护家人的好丈夫。当然，商场竞争从未停歇。临县几个老牌商户见我垄断本地服装建材市场，心生嫉妒，暗中勾结外地货源商，试图用低价倾销、恶意断货的手段围剿打压我。面对同行的联合算计，我沉着冷静，运筹帷幄。一方面，
我用多年积累的口碑和老客户福利活动，稳住基本盘，牢牢锁住客源。另一方面，连夜联系更远的北方货源基地，开辟独家专属供货通道，以更低成本、更快更速实现满仓。不到1个月，我不仅完美破解封锁，还顺势吞并邻县2家濒临倒闭的门店，把我的生意版图拓展到隔壁乡镇。那些联手打压我的商户，最终亏损惨重，无力支撑，彻底退出市场，再也不敢与我为敌。经此一战，我的名号响彻整片区域，成为远近公认的商界领头羊。时光匆匆，重生已满1年半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懦弱、愚昧、任由妻儿受苦的窝囊男人，而是手握实业、家底雄厚、威名赫赫的一方富豪。我给家人盖的宅院气派雅致，屋内家具齐全，吃穿用度无一不精，父母妻儿衣食无忧，身心健康，孩子安心读书，无忧无虑，再也不用体验我前世挨饿受穷的苦楚。站在夕阳下的院落里，看着满屋烟火，家人安康，我心中百感交集。前世我糊涂一生，亏欠一生，让最爱我的人陪我受尽贫寒委屈，临终只剩无尽悔恨。今生承蒙上天垂怜，重启人生，我斩断劣亲，摒弃懦弱，凭着超越时代的远见和脚踏实地的拼搏，牢牢抓住80年代的时代红利，从小小地摊一路逆袭，建成商业根基，拼尽全力护住了我的妻儿老小。钱财名利皆是外物，家人安稳喜乐才是我毕生所求。往后余生，我会继续稳步深耕实业，拓宽经营道路，守住家业初心。我会用一辈子守护苏秦，不离不弃，陪伴儿女平安长大成才，远离所有纷争与不堪。那些贪婪作恶、轻视践踏我的人，早已沦为尘埃，永远只能仰望我的人生。这一世，我不负重生机缘，不负结发妻子，不负膝下儿女，富贵安稳，阖家和睦，恩怨了结。